EXO 装备不能走，加特林伤害太低。总算是这个弓箭兵目前看起来还让我挺满意。我又在这观察了一会儿，兄弟们啊，就按我这个方法，两边放上铁轨，好像弓箭兵真的不会下去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的城墙之上的守卫工作啊，就交给他了。上期视频我这个方法一出来啊，有的兄弟们说不行，他说万一在城墙上刷新丧尸，那你这弓箭兵可就遭殃了。看到他的留言啊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兄弟们，这个弓箭兵他必须得有，哪怕是他成为了炮灰，我也要让他留在上面。一个弓箭兵800块钱，目前对我来说是个小数目。你要知道，弓箭兵的存在不是为了打怪，这是我捍卫主权的根本存在。我这么大一个技术一哥，怎么可能没小弟呢？所以说，明白了吧？威慑性，懂吗？不用管他伤害高还是伤害低，表面工作必须做到位，这就是所谓的面子工程。OK， 今天就这活了，兄弟们啊，把手里剩余的铁轨给它铺上，然后呢，再去一趟海底隧道，把那里所有的铁轨都给它拆回来。不要以为啊，这项工程很简单，实际上这项工程充满了危险。很快啊，我也废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直接过来收集铁轨。之前宝箱里的铁轨我都没有拿，以前看它像根草，现在一看就是宝。自从加特林退居2线啊，我的血小狙又上场了。上期视频我说加特林的伤害低，有的粉丝居然说加特林本来就伤害低。他说加特林的出名呢，是因为弹夹的数量多才出名的。对，你说的这个没错，这算是他的出名方式之一。但是还有2个，你不要忘了，射速快，威力大。这才是真正的加特林，而我这波加特林，它就不叫加特林。兄弟们，我说的没毛病吧？同意我说法的点赞，不同意的咱们评论区见。我真受不了了，挖铁轨，这铁轨一挖不要紧，好家伙，冒着紫火的这是什么丧尸啊？不是什么丧尸，它就是个僵尸。如果不冒紫火的话，正常丧尸我是1句就拿下，但是冒着紫火不行啊，必须得2句、3句，甚至4句。哎，还不错，这一顿毒打以后，我也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然而呢，这镜头一转啊，它就有点危险。这个海底隧道是真大呀，兄弟们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以至于大到我来了2、3次，这中间这个峡谷，我今天就第一次发现，这里不但有铁轨，而且还有铁矿，这不得劲儿了吗，兄弟们？我这属于是一举3得呀！打丧尸、挖铁矿、挖铁轨，就这样一点不夸张啊，好像砍了5、6个小时吧，兄弟们。我这一看，脚底的丧尸这也没了，对面的铁矿在向我遥遥招手。不要惊讶，这是我自创的原地起飞大法，跳得高，速度快，探索矿洞必备之神器。想学这一招的兄弟们啊，可以报名了啊！只需要给视频长按点赞啊，那就算是报名成功。先把铁矿给它挖走，铁轨咱们最后再收。这里的铁矿不得不说，那是非常多呀，兄弟们，一眼望去以后全是铁矿啊！我的妈呀！很快啊，这铁矿我就挖的差不多了，铁矿没了，那只能是挖铁轨了，兄弟们。可是呢，你们看看这个脚底下啊，我就犯起了难呀，这怎么下去呢？这跳下去吧，这肯定不可能。所以说啊，我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啊，咱们直接走下去，兄弟们。然而，正当我在思索之际，完了，BBQ 了，完了，我的我操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，没事儿。兄弟们，知道什么叫大富大贵吗？这一波不得不说呀，虽然我被丧尸背后偷袭，落下之际又被爆炸丧尸炸了个正着，但是你们现在看，大难不死，好吧？下一句还用我说吗？那肯定是必有后福啊！刚才还犯愁怎么下来，这不就下来了吗？虽然说我的骨头又摔折了，但是问题大吗？问题不大。我去！就这牛逼！这帮丧尸还真认为我断了条腿就能把我咋地？如果我就这点本事的话，我怎么出来混啊，兄弟们？是不是？放心吧，断条腿我也不会走，剩下这帮小克拉咪我一样给他收拾了。就这样，技术一哥占据有利位置啊，又开始了疯狂的杀戮。那么这一波啊，不得不吟诗一首啊：技术一哥正张望，丧尸背后下黑手。落地瞬间又被炸，炸断双腿还能走。粉丝直呼666，拿起大锯再战斗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技术一哥就是牛，兄弟们，什么叫真正的战士？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虽然腿残了，但是不妨碍。3下5除2，我就搞定了一半的铁轨。回头一看，还有1名感染者，这好办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先来一个2段跳，紧接着就是轻轻松松拿下。就这些小卡拉咪，我是根本不放在眼里呀。临走之前，我还想再挖点矿。看到对面了吗，兄弟们？铁矿还剩一点点，不要白不要。我相信凭我的速度，应该可以过去。Nope。我操！你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真没有实力呀你！虽然最后我还是败了，
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丢人，我可真的是战斗到了最后，现在开始铺铁轨。可是呢，在铺铁轨的时候，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兄弟们，我这火把插在城墙上好像有点碍事儿，但是这个城墙上吧，你不插火把好像又不行。收集萤石的整个过程完全省略，没啥好说的，技术一个收集个萤石，那还不是有手就行吗？虽然说结局不太理想，因为我想搞个灯笼，就这样被我张大哥背后偷袭。从此以后，我与朱灵势不两立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再看一下，是不是节能又环保？放上萤石以后啊，明显舒服很多呀。至于萤石的放置啊，我只选择了城墙的一侧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亮度应该也足够了。来吧，天黑以后咱们再看一下效果，还可以吧？摘一下我的夜视头盔，不过我发现我的地面好像还有点黑呀。没事，一会儿下去给他插上几根火把。不要问我炮楼里的弓箭兵为啥没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猜啊，100%应该是死于失落的灵魂，或者是海洋拒绝者。问题不大，一个弓箭兵嘛，我早都说了他是炮灰。来吧，看一下生存天数吧，生存第157天了，兄弟们。海底隧道的铁轨挖的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地方你们还熟悉吗？看过这个系列的应该都熟悉啊。这就是我第一次探索矿洞的矿洞，这底下有一个废弃的矿井，我们还需要一点点铁轨，所以说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又一次测试了加特林啊，打拆出这个家伙，别说刮痧了啊，连刮痧都算不上。350发子弹，我估计能打他1/3的血量就不错了。一不做二不休啊，直接冲进来。这技术一哥有谋，挖铁轨的整个过程，我想也不用再多说了吧。就废弃矿井的这一帮小卡拉米，好像也不能拿我咋地。Day 4，来吧，兄弟们，我直接报数吧，将所有的铁轨数了一遍，一共是378节。为了武装我这个城墙，我一共挖了378节铁轨。我又检查了一遍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那么现在咱们开始放弓箭兵。弓箭兵买几个？咱们一次性给他买他10个。10个弓箭兵其实并不多啊，主要是我想先试试水。可是啊，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来到城墙上将弓箭兵放下，确实很勇啊，兄弟们！刚一出生就开始战斗。可是我这回头一看，到底是铁轨出了问题，还是弓箭兵出了问题？这跟之前演练的完全不符啊，兄弟们！谁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？难道说我这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吗？